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你演播的惊悚故事。你真的决定要看吗？李明看着眼前的年轻客户小杨，眼神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房产中介的工作让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有些是渴望找到完美家的买家，有些则是满怀期待的投资者，但也有像小杨这样的带着些许猎奇和不安的情绪，想要一探究竟。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当然。小杨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抹犹豫。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最近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困扰而决定搬出原本的宿舍，寻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他翻阅了很多房源，但总是觉得没有一处地方能够让自己安心。直到昨天，他无意中翻到了一条房产信息，台中市郊外的一座古老别墅，房源编号是林姓凶宅。小杨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这个名字似乎在深夜里不断回响，又使他迈出了看看的第一步。这座房子有些历史，你可能需要一点心理准备。李明的声音低沉，话语间隐隐带着不易察觉的警告。他说完这句话便没有再多加解释，转身走向车门，等待着小杨的决定。没问题，我听说过这座房子的事，小杨说道，语气里却透露出一丝调侃。不过我才不信什么鬼怪传闻，那就随便看看吧。李明点点头，勉强笑了笑。但我劝你最好做好准备，特别是晚上。车子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行驶，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树木渐渐稀疏，房屋变得越来越破旧。小杨的心里莫名涌上一股压抑的感觉。看着周围日渐昏暗的天色，他不禁回头望向李明的脸，想从他的表情中读出更多信息，但李明却始终沉默，目光遥望前方，似乎故意避开了他的视线。这里的邻居都说，这房子没人敢住了。李明突然打破沉默，轻轻说道，你要是没问题，我可以带你去看个彻底，反正我从来没见过有谁住得长久的。小杨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住不长久又怎么样？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安静点，反正不管怎么样，能在这里待上几个月，就算是个好地方。车子驶过一条荒废的街道，渐渐进入一片密林，树林的阴影像是吞噬了一切阳光，空气中弥漫着湿气和腐朽的味道。车头灯照亮了前方的一座老宅，楼外的窗户紧闭，屋顶部分破损严重，显得异常陈旧。墙壁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苔，藤蔓顺着窗框蔓延，仿佛一只伸出的手，试图将整座房子牢牢束缚住。小杨到了。李明将车停在一旁，语气带着一丝冷淡。小杨打开车门，走下车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阵寒意迅速席卷全身。远处的天空似乎被浓云笼罩，空气也变得沉闷，仿佛一切都被冻结在这一刻。小杨的心跳有些加速，他轻咳一声，强迫自己抑制内心的紧张感，望向眼前的那座房屋。这真是他？小杨有些犹豫地问。是的，李明淡淡的回答，你可以进去看看，如果觉得不合适就算了。两人走上台阶，门口的风铃轻轻摇晃，发出一阵空洞的铃声。李明推开沉重的木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仿佛从很久以前就没有人再打开过。屋内弥漫着一种陈旧的气味，空气有些沉闷，阳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射在布满尘土的地板上。房间四周安静的让人难以适应，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是远处风吹过窗户的声音，仿佛这座房子已经静默了太久。小杨别怕，这只是旧房子，李明轻描淡写的说道。但他的目光在房间的角落扫过时，似乎有一瞬间的迟疑。小杨环顾四周，逐渐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他走到楼梯前，看着那条通往2楼的楼梯，心中有一股莫名的不安。脚步声在空旷的屋内显得格外清晰，每一步都仿佛被放大，震动着他脆弱的神经。你确定没问题吗？李明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却多了一些不自然的紧张感。没事，我再看看。小杨嘴角微扬，但心中却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他顿了顿，继续向楼梯上走去。突然，他听见了低沉的哭泣声，仿佛来自楼上某个房间。他停下脚步，
心跳瞬间加速，转头看向李明，眼中充满了疑惑与不安。听到了吗？小杨几乎是低声问。李明微微皱眉，沉默片刻后才回答，这房子有时候会响，有些老化的部分会发出声音，别太在意，但那声音依然清晰可闻，犹如从某个深邃的黑暗中传来，渗透了每一寸空气。小杨深吸一口气，心中却涌起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想要转身离开，但不知为何，脚步似乎不听使唤，反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小杨的脚步慢了下来，仿佛被那低沉的哭泣声所牵引。声音从楼上传来，清晰而深沉，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与绝望，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拉扯着他。尽管他努力想要忽视，但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速，手心开始微微出汗。李明，你听见了吗？小杨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李明没有回答，只是站在楼梯下方，眼神有些游离，似乎并不打算理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连风也不再吹动窗外的树叶。小杨的脚步继续不由自主地朝着2楼走去，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像是踩在冰冷的泥土上。眼前的楼梯似乎比他记得的更长了，每一层都像是无尽的深渊，吞噬着他的理智和勇气。脑海中无数个问号交织在一起，他拼命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幻觉，但那哭泣声却愈加清晰，愈加逼近。楼梯的尽头是一扇半开的门，门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线，似乎是从屋内某个角落的灯具反射出来。小杨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推开了门。门内是一个破旧的书房，屋内弥漫着陈旧的木材味和腐朽的纸张味，桌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文件和发黄的书籍，一张椅子孤零零地放在角落里，椅背上盖着一层灰尘，显然很久没有人坐过。小杨走进房间，轻轻地移动椅子，坐了下来。他环顾四周，眼睛不自觉地扫过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本打开的日记本上。这本日记的纸张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磨损，他仿佛在某种无形的引力下吸引了小杨的注意力。他伸出手，拿起那本日记本，封面已经褪色，但他看到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林雨薇。小杨翻开第1页，字迹依稀可辨，那些字句并不复杂，只是简单的日常记录，家庭琐事，孩子的成长，丈夫的一些工作压力。然而越往后翻，字迹变得越来越混乱，语气也逐渐急促，仿佛某种恐惧逐渐侵蚀了他的思维。他们不让我走，他们不让我走。小杨读到1页时，眼前的文字突然开始模糊，他的心跳瞬间加速，仿佛某种未知的力量正在吞噬他的理智。谁不让他走？小杨低声自语，他的声音显得异常干涩，仿佛喉咙被某种东西紧紧压住。日记最后1页写着，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叫我，不让我走。这句话的字迹已经完全扭曲，几乎像是疯狂的涂鸦。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寒风刮过，房间里的窗户猛烈地震动了几下。小杨猛地抬起头，看到窗外的天色已经变得异常昏暗，仿佛一片阴霾的云层笼罩着整座房子。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令人无法忽视的寒意从四面八方袭来。小杨站了起来，急速翻找着周围的窗户，但每当他试图拉开窗户时，却发现他们似乎被某种力量牢牢地固定住。低沉的哭泣声再次传来，这一次它不再是从楼上，而是从地下传来，声音变得愈加尖锐，仿佛某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正在爆发。小杨，李明的声音从楼下传来，语气中透着不安，你没事吧？小杨心跳加速，猛然回头，却发现李明站在门口的阴影中，眼神空洞，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李明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他早已不再是那个熟悉的房产中介，而是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存在。你怎么了？小杨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想要走过去，但双腿却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李明没有回答，站在那里，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空气变得越来越稠密，似乎连每一口呼吸都变得困难。小杨，你不该来的。李明的声音低沉且冰冷，仿佛从地底深处传来。
小杨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境地。他感到眼前的空间开始扭曲，房间的墙壁似乎在慢慢收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迫感，仿佛有某种东西正悄然靠近他。小杨，走不掉的。李明的嘴角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那笑容中满是绝望和冷漠。小杨猛地转身，几步走向门口，却发现门已经关上了。他的手在把手处停顿了1秒，似乎有某种力量在阻止他逃离。他听见耳边再次传来那低沉的哭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他挣扎着推开门，向外奔跑，但无论他如何加速，走廊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的心跳愈加剧烈，恐惧逐渐将他吞噬。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转头望向那扇门口，李明的身影已经消失，而门外一片死寂，空气依然冰冷，仿佛周围的世界已经停止了呼吸。空气中的阴冷感逐渐加重，小杨的呼吸变得急促，他感到一阵晕眩，仿佛整座房子都在不断压迫着他的理智。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地面似乎在摇晃，墙壁也在不断的扭曲，周围一切的光线都变得昏暗。房间里仿佛没有真实的存在，只有无尽的黑暗在吞噬着每一分光明。小杨，李明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听起来格外急促，你冷静点，别再乱走。小杨猛地回过神来，原本无力的腿突然间恢复了力量，他迅速推开身边的一扇门，借着僵硬的目光扫视房间。门后是一个空旷的储藏室，堆满了各种杂物，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瓷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尽力让自己镇定。然而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本日记的内容，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叫我，不让我走。小杨，过来。李明的声音再次传来，虽然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胁感。小杨的心猛地一沉，他走向声音的来源，站在门口望着李明，却惊讶地发现李明站在那里，表情冷漠，眼神深邃得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小杨感到一股极强的压迫感从李明身上传来，仿佛他从未离开过这座房子，而是早已融入其中，成为了房子的一部分。你知道这座房子的历史吗？李明冷冷地开口，语气里没有一丝感情。小杨摇了摇头，他几乎不敢与李明对视，眼前这个房产中介似乎与之前的形象截然不同。这座房子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李明的声音低沉且平静，房子最初是军方的实验基地，曾经进行过一项极其秘密的精神控制实验。小杨的脑袋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重重地拍了一下，心脏猛烈跳动，他感到一阵晕眩，脚下的地面开始有些不稳。实验，精神控制，小杨喃喃自语，他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这其中的逻辑。李明点点头，眼神微微眯起。在上世纪80年代，军方在这里进行了一项极端的心理实验，目标是将人类精神压迫至极限，让人完全失去意识，控制与自由。你能想象吗？那种环境，那种压迫，所有参与者的灵魂都被彻底摧毁。他的话语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划开了小杨的心房，使得他脑中涌现出一连串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然而实验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进行下去，某些事情失控了。李明继续到实验中的一位女性林雨薇，她是唯一一个从实验中存活下来的人。李明的眼睛闪烁着某种微妙的光芒，仿佛他在讲述一个已经过去的悲剧。小杨的心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疑问，那个名字林雨薇为什么会让他如此不安？他下意识地低头看着手中那本被翻动过的日记，那一页最后写着，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叫我，不让我走。林雨薇。小杨的嘴唇轻轻颤抖着，突然间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他是那个，他死了吗？李明没有立刻回答，屋内的空气变得更加沉默，只有从破窗外传来的风声在空旷的房间内回荡。林雨薇并没有死。李明终于开口，语气如同陈述一个事实，他成为了这座房子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
小杨的心脏一阵剧烈跳动，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本日记中扭曲的自己。林雨薇没有死，她的灵魂被困在了这里，无法解脱，无法离开。她的精神与这座房子，这座实验紧密相连，永远无法逃脱那种压迫与恐惧。那你为什么？小杨努力吞咽，声音变得异常低沉。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李明缓缓地转过身，看着小杨，眼神变得空洞，仿佛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会明白的，小杨，你还没有体会到这座房子对你的影响。你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离开这里。小杨的双腿开始发软，心中弥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惧。他想要转身逃跑，但眼前的门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门。房间里的每一面墙也仿佛在变形，扭曲着，向他逼近。小杨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周围的空间仿佛在瞬间变得不再是现实。李明站在那里，身影不再显得亲切或熟悉，反而像是某种无形的存在，和这座房子融为一体。空气开始压迫的，几乎让他窒息，每一秒钟都像是被拉长。他的耳朵里充斥着那种低沉的哭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仿佛就在耳边，仿佛就在这座破败的房子里。他猛地转过身，眼前的走廊变得异常狭窄，墙壁上的油漆已经剥落，裸露出的木材腐烂发黑。房间里的每一根木柱，每一扇门都散发出一种诡异的气息，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属于他们的历史，那种无法言喻的悲伤与痛苦。小杨的手不自觉地抚摸着身边的一张桌子，桌面上堆满了散乱的纸张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他随手翻看其中一张，照片中是一家三口，笑容灿烂，背后的墙壁上有一把摆放整齐的椅子。但奇怪的是，照片中的人似乎被某种力量定格在了笑容背后，那种笑容显得异常僵硬和空洞。小杨，你在看什么？李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语气依旧是那么平静。然而小杨却能感到其中隐藏的压力，仿佛是某种不容违抗的力量。这些照片，小杨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的眼睛再次盯上那张笑得不自然的全家福。突然间，他仿佛看到那家人的笑容在照片里变形，眼睛里闪过一丝空洞的黑暗，像是有无数只手从照片背后伸出，想要拉住他，拉进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这些都是林家的旧物。李明的声音有些低沉，在林家消失后，这些东西一直没人动过，仿佛他们和这个房子已经融为一体。小杨的心跳越来越快，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困在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里，每一个转角，每一扇门都将他引向更深的未知与恐惧。他的双手开始微微发抖，脑海中不禁回想起日记中的字句。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叫我，不让我走。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突然开启，门内传来一阵冷风，窗外的光线瞬间暗淡下来。小杨犹豫了一下，脑中充斥着无数个问题，但某种力量迫使他跨出了那一步，走进了那扇门。房间里充满了死寂，空气沉重，似乎连一丝风都无法穿透那层压迫感。地板上有一条破旧的地毯，旁边摆放着一张孤零零的摇椅，椅子缓缓晃动，发出吱嘎的声音，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摇动它。小杨，那声音又出现了，这一次声音清晰的几乎让他耳膜破裂。你听见了吗？小杨愣住了，那声音听起来似乎并不来自房间的任何角落，而是直接从他的耳边传来，带着浓浓的呼吸声，几乎要钻进他的灵魂。他猛地转身，眼前的房间却变得模糊，家具、墙壁、窗户逐渐融化，仿佛一切都在变形，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形态。小杨想要呼喊，但喉咙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堵住，声音无法发出。他拼命地挣扎，试图逃离这令人窒息的空间。就在这时，摇椅突然停下了，房间中的温度骤然下降，寒气扑面而来。小杨的视线瞬间聚焦在椅子的靠背上那里，一只苍白的手臂缓缓伸出，静静地停在空中。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但不知为何，身体却不听使唤，无法动弹。那只手缓缓落下，紧接着，一张苍白、有趣的面孔出现在摇椅上，眼睛空洞，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血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发出一个低沉的呢喃。
你终于来了。小杨的脑袋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意识瞬间混乱，他的心跳几乎要跳出胸膛，整个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那张脸在他眼前不断放大，嘴巴张得更大，仿佛要将他吞噬。突然，房间里的灯光开始闪烁，空间中的一切开始迅速改变。他看到林雨薇的身影，在窗边，在墙角，在一切可以躲藏的地方。他的眼睛没有一丝光彩，空洞的如同无底的深渊。他的嘴巴不再是简单的笑容，而是无限的张开，露出一口漆黑的深洞。小杨，快走！李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但他似乎并没有出现在房间里，声音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仿佛一切都被扭曲。小杨，走不掉的。李明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急促，你被他吸引了，你已经被这座房子锁住了。小杨的眼睛瞪大，空气突然变得凝固，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脚步开始动摇。他想逃跑，但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紧紧束缚在原地。林雨薇的笑容变得愈加疯狂，仿佛从远处传来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召唤，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慢慢伸向他，拉着他走向那个黑暗的深渊。小杨的脑海里翻涌着无数碎片般的记忆，他不知道是幻觉还是这座房子在操控着他。他的意识模糊，感觉自己像是跌入了一场梦魇之中，无法挣脱。空气变得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林雨薇的那张苍白扭曲的脸庞近在咫尺，他那双空洞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嘴角扬起了一抹奇怪的笑容。他的手臂慢慢抬起，像是在向他靠近。你是谁？小杨的喉咙干涩，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林雨薇没有回答，只是嘴唇微微蠕动，像是在低声呢喃着什么。空气中充满了一种不祥的氛围，仿佛整个房子都在窃窃私语。低沉而压抑的哭声回荡在他的耳边。你已经看到他了，对吗？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而空洞，仿佛已经在这里沉睡了数十年。小杨的脑袋猛地一震，他不知道林雨薇在说什么，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那些照片、日记，还有房间里无形的怪异氛围，那些恐怖的细节一点一点拼凑起来，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感涌上心头。看到什么？小杨下意识地问道，但他其实已经知道答案。实验的真相。林雨薇的脸突然剧烈地扭曲了一下，眼睛里浮现出一抹痛苦的光芒。你以为这个房子只是普通的凶宅？不，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小杨的背后顿时涌上一阵寒意，像是有千万只冰冷的手在他的脊梁上爬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李明先前提到的实验，那场神秘的精神控制实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艰难地问道。你已经是他们的一部分了，林雨薇缓缓说道，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诡异。突然，房间开始剧烈的颤抖，墙壁上的裂痕不断扩大，仿佛整个空间正在崩溃。一道阴冷的风吹过，小杨的耳边传来无数低语声，像是有人在对他诉说，又像是无数个亡魂在挣扎。小杨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周围的世界仿佛在向他倾斜，他的理智正在一点一点地被吞噬。就在这时，李明的声音再次响起，小杨，快跑，你不能被他控制。小杨猛地回过神来，他看见李明站在门口，脸色苍白，额头上满是汗水，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焦急，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本老旧的笔记本。他在骗你。李明的声音充满了警告，你已经被他影响了，你快出来。小杨愣了一下，他的意识已经被撕裂成两半，一边是房间里越来越压抑的黑暗，另一边是李明伸出的手。快，否则你就永远留在这里了，李明吼道。小杨的心脏狂跳，他咬紧牙关，猛地冲向李明，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就在他冲出房间的一瞬间，他听到了身后传来一阵凄厉的尖叫声，那声音仿佛撕裂了整个空间，令人毛骨悚然。你不能走。林雨薇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但小杨已经无法再回头。他拼命地跑下楼梯，感觉身后的房子正在塌陷，墙壁扭曲变形，像是一张巨大的嘴巴，想要将他吞噬。他的呼吸急促，
双腿几乎失去了知觉，但他只能不断地奔跑，奔向那唯一的出口。然而，当他冲到大门口，猛地一拉门石门，竟然打不开。小杨的心猛地一沉，绝望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该死的！李明低声咒骂，转头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房子已经认定你是他的一部分了，他不会轻易让你走。那怎么办？小杨喘着粗气，心跳快得几乎要冲破胸膛。李明沉默了几秒钟，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最后他缓缓举起手中的那本笔记本，轻声说道：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小杨定睛一看，发现李明手中的笔记本正是他之前在书房里翻到的那一本林雨薇的日记。这本日记里藏着真正的秘密。李明低声说道：只有让他彻底安息，实验的诅咒才会终结。小杨的脑海里闪过无数个画面，他想要询问更多，但此刻的时间不容许他们浪费。他深吸了一口气，紧紧地盯着李明。怎么做？他问道。李明的嘴角扬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冷笑。献祭。话音未落，房间里的灯光突然熄灭，整个空间陷入一片黑暗，黑暗吞噬了一切，仿佛世界被瞬间抹去，连空气都变得死寂无声。小杨的心狂跳，他的眼睛拼命适应四周的黑暗，但无论如何，眼前都是一片漆黑，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把他和李明一同囚禁其中。李明，小杨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但没有得到回应。他猛地转头，原本站在身旁的李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冰冷的手，悄无声息地从黑暗中伸出，缓缓地贴上了他的肩膀。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几乎凝固。你不能走！一个沙哑破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是林雨薇。小杨猛地挣脱，跌倒在地，手脚并用地向后退去。他的眼睛拼命寻找光源，但四周仿佛是一片无尽的虚空，连逃跑的方向都变得混乱不清。突然，一道微弱的烛光在远处亮起，像是幽冥的引路灯，照出了一张熟悉的脸。李明。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本日记，脸上浮现出一抹古怪的微笑。你终于看到了。李明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诡异的兴奋。你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什么？小杨的喉咙发干，感觉到胸口像是被无形的铁链束缚，越来越紧。李明缓缓翻开日记，指尖在泛黄的纸张上轻轻摩挲。林雨薇不是这个房子的受害者，她才是施加诅咒的人。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在诉说一件极为残忍的事实。他不是在被折磨，他是在复仇。小杨的脑海轰然一震，他的眼前闪过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欠我的，我会让他们一个一个偿还。他终于明白了，这个房子，这场实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林雨薇的悲剧，而是他的复仇计划。从那场精神控制实验开始，他的意识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界限。他被逼迫，被折磨，但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他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他成为了房子本身。他不是被困住的灵魂。李明的嘴角浮现一丝冷笑，他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他在寻找新的牺牲品。小杨的胃里一阵翻腾，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他就是下一个。所以，小杨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你把我带来这里，是为了献祭我。李明耸了耸肩，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深不见底的黑暗。这是唯一能让我离开的方法。他说的轻描淡写，仿佛这只是一个交易，而不是将另一个人推入深渊的决定。小杨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他不知道该愤怒、恐惧还是绝望。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叫嚣着让他逃跑，但理智告诉他，李明是对的，这个房子不会让他们两个都走，必须有一个人留下。空气变得越来越冷，黑暗中，林雨薇的笑声开始回荡，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仿佛他已经笃定了结果，只是在等待小杨的任命。这不是交易。小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明，语气冰冷。李明皱了皱眉，还没来得及反应，小杨已经猛地冲了过去。他一把夺过李明手中的日记，用尽全力将它撕裂。你在做什么？李明的脸色瞬间变了。小杨没有回答，
他狠狠地将撕碎的日记扔进地上的烛火里，火光腾起，伴随着一阵尖锐的尖叫，整个房间开始剧烈震动，墙壁像是活过来一样疯狂扭曲，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气息。李雨薇的身影在黑暗中显现，她的脸开始扭曲，眼中透着不可置信的愤怒。你不该这样做。她的声音不再是低语，而是歇斯底里的嘶吼。你已经死了。小杨大吼，你应该安息，而不是继续困住别人。火焰越来越旺盛，吞噬了地板、墙壁，整个空间开始崩塌。小杨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盈，仿佛束缚他的力量正在瓦解。李明则跪倒在地，脸上满是痛苦，他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像是正在被房子吸收。他的嘴唇颤抖，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能说出口。求你，他低声呢喃，声音微不可闻。小杨最后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但他知道这已经不是他能拯救的人了。光芒猛地一闪，下一秒他跌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剧烈的喘息着。四周安静了，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房子外的泥土地上。夜色深沉，空气中不再有那股沉闷的压迫感，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自由。那座房子依旧矗立在那里，但窗户里透出的不再是光，而是无尽的黑暗，像是一片空洞的深渊，吞噬着一切。小杨挣扎着站起身，回头望了一眼，房子里已经没有李明的影子。他深吸一口气，步履蹒跚地离开，心跳仍未平息，但他知道他活下来了。然而在他转身的刹那，夜风轻轻拂过，他似乎听到身后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带着些许熟悉的嘲弄和愤怒。你真的以为自己离开了吗？小杨猛然回头，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座房子在黑夜里静静地伫立，像是在等待下一个人推开他的门。